注意看，前方的这辆皮卡先是加速躲开阿瑟的迎头痛击，随后在面对后续赶来支援的队友时，不慌不忙使出一招 crossover， 佯装向左骗到阿瑟，接着快速向右成功将他晃飞。在这种地形还能打出如此操作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究竟是怎么个事儿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2004年11月16号，在阿拉斯加州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发生了一起零元购事件。一位大爷开着心爱的皮卡去集市上采购一些物资过冬，可当他买完东西出来，发现自己的皮卡已经被人摸走。好在报购及时，加上路况极差，阿瑟很快就找到了大爷的皮卡，正在雪地里想当一名小画家。果真不是自己的车，踩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。大爷平时舍不得踩的油门，老哥只怕是在车里面站着蹬。阿拉斯加州是美国位于北美洲最西北端的联邦州，由于非常靠近北极圈，所以它的冬天极其漫长且寒冷，零下20多度是日常，这就导致了冬天想要启动车辆异常困难。再加上大爷这辆车本就是20多年前的老爷车，好不容易才打着火，所以他在下车买东西的时候并没有熄火，这才让老哥在短时间里快速得手。而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当地警车的涂装并不是黑色，但他们的机盖大部分都改成了黑色，这就是为了吸收热量，防止在极寒天气下无法启动车辆。趁着老哥在对面车道行驶，阿瑟开始加速和他并行，方便封路的同时也便于阿瑟观察老哥的身份。这一看发现开车的居然是位老姐，想必技术并不咋地。阿瑟立刻开始准备截停，趁着老姐在前方转弯时出现侧滑，阿瑟抓住机会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可这在外面轻轻的一蹭，老姐表示完全没有感觉，依旧是自顾自的在雪地里当着小画家。老姐所驾驶的这辆皮卡是一辆1999款的雪佛兰 CK 系列，它搭载5.7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55。从轮胎的表现来看，这还是一辆4驱。而此时新一批支援的队友已经赶到，老姐一波加速成功避开阿瑟的贴贴，接着在面对后续补防的阿瑟时做出了假动作，看似向左实则向右，又一次成功将阿瑟晃飞。虽然这一下动作太大，差点冲进了沟里，但4驱系统加上皮卡的高底盘，让他有惊无险的回到了主路。你说这么好的机会，阿瑟怎么不上去补刀？可能是大爷告诉了阿瑟，他的车没有保险，要是撞得他痕，拿回来就只能当废铁卖了。所以在这关键时刻，阿瑟还是选择了收手。但从老姐的车技来看，想完好无损的截停这辆车并不容易，只能说尽可能的帮大爷把损失降到最低，但这也有可能导致阿瑟跟丢，大爷彻底拿不回这辆车。在这段路跑了一会儿之后，老姐的车速是越来越快。阿瑟认为如果不主动动手，可能会导致有 NPC 遭殃。于是在这个路口，他预判出老姐如果用这个速度转弯会侧滑，所以先一步去到内侧，趁老姐失控的时候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一下的力度把握的恰到好处。可对面等红灯的 NPC 却不这么认为，我的车门刚才可不长这样，大爷的车是车，我的车就不是车了吗？眼看已经波及到了 NPC， 阿瑟立刻呼叫队友支援。既然已经有 NPC 被撞，可就顾不得大爷的车找回来是什么模样。刚才撞到 NPC 已经影响了阿瑟的公众形象，再拖下去可不敢保证被撞的只有这一辆。而从老姐的行为来看，越是贴贴他就越发反抗。安全起见，最终他们决定上狼牙棒。趁着前方的队友布置破太器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姐的战力表是什么情况。好，5星大佬，在雪地里各种漂移，如履平地，跑飞多位支援的阿瑟逃离包围圈不说，还能在2次被贴贴之后完美救车。没在雪地里跑过的我自认做不到。而随着2人继续拉扯，终于来到了队友新准备的包围圈。大老远就看见左侧氛围灯闪烁，老姐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提前一步减速观察路口的情况。一条又长又黑的破太器赫然已经出现在了前方，不对，是2条，铺满了整条道路。尽管向右侧绕行，但积雪覆盖路面，老姐不敢过多纵深，导致左侧2条轮胎全部中招。这下只怕是跑不远了。可以看到，此刻这辆车的重心已经开始偏左，已经没气的轮胎在短时间里反而显得更加有抓地力。漫天大雪冻得2人瑟瑟发抖，快使用要解 C6 软硅胶按摩泡脚桶，靠着脚丫按着磨，气血通畅真快活。再看后台，好评多到没话说，看来这把老哥小心稳坐。以前泡脚老哥直呼受不了，水温忽冷忽热真煎熬。如今妙见一键35到48度恒温设计桥，泡脚再也不烦恼。这软硅胶按摩垫还一点不硌脚，3段式足底按摩直接复刻人手，把淤堵的经络全打通，加高桶身，连小腿也能泡得到。泡完脚热乎乎的，开车都更稳了。
还有流动活水配药包。足疗生意被抢得没地找，老哥泡完一身松，晚上入睡不用哄，底部滚轮一推超轻松，排水口一开，腰腿不好也能用。安全方面更可靠，升级 UV 管路杀菌，避免交叉感染，一家人轮着泡都放心。年货节活动已上线，银券到手超底价，还额外送60包泡脚药包，售后质保也齐全，自用送礼都体面。压过的路面掀起一阵白色的沙尘暴，居然在一时间还占据了上风，让阿 sa 无法靠近不说，甚至还有些看不清他的行动轨迹。这和跑飞铺状的小路有什么区别？可此刻老姐轮胎已破，最省事的方式就是等。而就在这般陷入僵持之际，前方的老姐突然消失在了茫茫白雪之中。不对，这也没有路啊！从地面轮胎的痕迹来看，老姐应该是冲进了树林。阿 sa 不敢贸然跟进，而是选择了绕行。不会这样都叫老姐跑了吧？才刚走几步，就发现前方无路可走。看着附近的环境，茂密的树林，断定老姐走不远的阿 sa 立刻下车开始追击。看来为了大爷的皮卡，阿 sa 也是真的豁出去了。看看这附近的环境，房屋、大学、树木，还有一堆劈好的木柴，让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场景。这才是荒野求生的天花板，在漫天的鹅毛大雪以及猎人的追捕之下，这个赤手空拳的女人，她又该如何生存下来？不好意思，走错片场了。此刻阿 sa 在湖边有了新的发现，虽然茂密的树林非常影响视线，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远处停下的皮卡。太好了，虽然破了2条轮胎，全车不剩一个面燃漆，保险杠离家出走，玻璃变成了蜘蛛网，但至少车找回来了。至于这种复杂的地形还能不能开回去，就要看大爷的水平了。阿 sa 小心翼翼的靠近，发现车底的老姐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环顾四周之后，终于在雪地里面发现了老姐的脚印，她居然顺着湖面早已跑出了数百米。有了线索的阿 sa 立刻通知队友展开追击。虽然看不见老姐的踪影，但天上下着漫天的鹅毛大雪，能证明这脚印就是新踩出来的。而且从脚印的步伐以及深度来看，明显是在奋力奔跑，所以阿 sa 根据脚印的方向一路狂追。如果不是雪地地图，阿 sa 没有这么容易判断出老姐的方向，老姐只怕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一路奔跑大约持续了2分多钟，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有如此爆发力，不得不承认这2人的体力是真不错。老姐为了自由跑路无可厚非，阿 sa1个月几个钱得玩什么命啊？不过正是阿 sa 这一路发力，他已经追上了前方的老姐。最终老姐因为体力不支被阿 sa 成功拿下。至此，老姐因为偷车、逃离警察和拒捕等多样罪名，彻底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这场雪地大乱斗也就此结束。虽说这位阿 sa 在开车时的表现一般，但在最后却凭借着过人的体力力挽狂澜，不仅帮大爷找回了车，还将老姐成功抓获。雪地奔跑这种感受，试过的人一跑一个不吱声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